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之前有人就写信来问说，为什么我家的小孩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说不，我快疯了。确实，很多新手爸妈在孩子呢2-3岁左右的时候呢，常会遇到孩子一天到晚面对所有事情都会不要。那这也是他们在学习发展自我的概念的第一个阶段。那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家长来说都是非常头痛的。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有哪一些步骤可以让小朋友乖乖的听话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呢，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先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这个是心理相关的频道，所以呢，跟心理疾病啦、亲子关系啦、亲密关系或者是职场关系、自我成长都会谈到哦。所以你对这样子的话题有兴趣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，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了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，就是小孩子他们在0岁到2岁左右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一个属于依赖母亲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他是跟母亲在成长过程当中呢，在一开始婴幼儿的状态，他会有一种你我是融合在一起的，因为当我在哭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就会来满足我的需求，所以他并没有就是所谓你是你，我是我。而当他们到一定的年龄，就是身体长大了，年龄也变得比较大了之后呢，他们开始会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概念的发展。所以呢，当他们到了2-3岁开始语言爆发的时期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正在学习着我这个概念，我跟你是分开的，那他们就想要去了解我可以说哪些话，我要怎么样去控制我的肌肉，还有我自己的身体，还有哪一些是代表是我这个人。所以呢，这是他们在测试跟发展自我概念的一个部分。那当然相对他们，如果我们在也就是教养的过程当中呢，有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我想要给孩子他们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说我是一个虎爸虎妈，什么事情都是压着他们做，所以我就是用问的啦，你要不要这个啊，你要不要那个啊，那每次只要问他说你要不要吃饭，都说不要。那当然孩子这是因为我们给他的问号，其实我们的问题的方式就是你要不要这个，所以只有要跟不要，那他就会选择他可以的方式去测试他的力量，就是我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有3点，在跟我们小孩就是互动的过程当中呢，可以用的一些步骤，让他们学会其实我可以有别的方式来跟小孩沟通，然后他们还会听我的，他们不是只有说不这样子的一个选择。第一个呢，首先就是设立界限。那我们在设立界限这个部分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影片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点到这个影片去看一下，里面有更详细的一个介绍，怎么样跟小朋友沟通。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在设定界限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跟小朋友，即使他很小，我们还是必须要跟他讲清楚。也就是呢，例如说，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出去玩咯，那现在麻烦你先把鞋子穿上咯。那我们就是很清楚的表达，我想要你做的一件事情是，现在请你把鞋子穿上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问他说，那你想要穿哪一双鞋？我们可以先帮他挑好2双鞋，在这一双鞋跟这一双鞋当中，你要选哪一双？所以他就会有一个选择，而且是朝着我们要的那个方向去选，而不是说，好了，我们要出去了啊，准备穿鞋子了，然后他就不要，我不想穿。那我们就变成说，我们就会陷入那种2个人在那边交战的一个状态。我们把那个选项变成是我们要的，所以我们就朝着我们要的那个方向去走，也就是告诉他说 OK， 我们现在要出门了，麻烦请你把鞋子穿上。那你想要穿的是这一双鞋呢，还是这一双鞋？所以它的选项就变成是更具体的，是2双鞋当中选。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不会陷入那样子一个交战当中。第二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反映他们的情绪，跟他们的情绪有一个同步的一个状态。当孩子呢就想要就是在那边耍脾气啊，就是不要啊什么的，我们就会可以跟他去反映他现在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你真的很不想穿鞋那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什么让你这么不想要穿鞋啊？有这么不开心？那我们一样的你想要这一双还是这一双呢？那你再试试看好不好？那还是你会想要这一双或这一双呢？
我们就只选这几双，这几双是对你比较适合的。那我们一样的，我们坚持我们的界限，我们就是要穿鞋，只是你在这几双鞋当中做一个选择。对于小孩来说，有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就代表说我有一个控制权，那他会有一个自我的概念，一个自我的意识的存在，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小孩子就真的就是比较不喜欢听话，那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那边跟你闹一下，或者是纠结一下。那有的时候不要忘记了，毕竟他们还小嘛，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比较玩乐的方式，例如说，哦，这一双鞋你不选它，又快要哭了哦。或者是说，哦，你不想要穿这一双啊，好啊，没关系啊。那你觉得它应该要放在哪？谁要穿呢？我穿吗？还是你要穿？还是你要把它穿在你的耳朵上？还是你要把它穿在你的手上？啊，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他们用玩的。那我们就，那我们穿在你的手上好不好？然后假装去穿到他手上，他就用玩的方式，他就咯咯咯跟你笑。那这样子呢，他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抗拒的心态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引导他们一次，好吧？那我们来看看你想要哪一双好了，你要不要试试看把这一双穿上看看？我们用这样子的引导的方式呢，这样子他们就比较会可以有一个选择，然后也觉得说，这是好玩的一件事情。那这样他们就比较会愿意配合咯。好，我们再一样重新复习一次。第一，设立界限，清楚的沟通你的期待，然后朝着你的方向去给他们2个明确的选择，或者是几个明确的选择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去反映他们的情绪，当下的一个情绪，代表说你跟他是同步的，我看见你的情绪了，那我也知道你可能觉得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要出门有点赶，没关系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出去哦。然后最后不要忘记了，他们还小，记得让他们用玩乐的方式来学习成长，他们会跟你更靠近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咯。你觉得跟孩子互动方式，你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在下面留言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或身边的人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赞并分享出去。然后最后一样不要忘记咯，帮我们按下订阅小铃铛，这样子未来我们有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